无产阶级夺权成功后，还是无产阶级吗？这个问题是19世纪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巴库宁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。他的答案非常干脆，不能。他断言，只要无产阶级夺权，就一定会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，从无产者变成有产的统治。革命不过是换了一拨人做江山，这话在当时被视为异端。可翻开20世纪苏联的历史，会发现巴库宁的预言几乎一字不差地应验了。苏联从诞生到解体，全程都在演示这个过程。10月革命后，布尔什维克以工人、农民、士兵的名义推翻沙皇，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。最初的口号是消灭剥削，人人平等，可现实立刻打脸。为了巩固政权，打赢内战，列宁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，粮食征集制，工业国有化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这套体系一建立，就催生了脱离群众的官僚。全国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到数百万人，拿着特权、握着公章的特派员下乡征粮，不再和农民站在一起，而是站在农民头上，稍有反抗就镇压。此时的苏维埃已经是少数管理者对多数劳动者的管制。巴库宁说的异化从革命胜利第一天就开始了。到了斯大林时代，这个过程彻底加速，特权阶层公开化、制度化，官职等级制度把高层官员分成369等，对应别墅、特供商店、专车，普通工人排长队买面包，官员享用进口食品，高级干部坐拥郊区别墅，普通人连出国都难。国家机器从13个部委膨胀到68个，行政人员暴增近9倍。庞大的官僚集团不搞生产，只负责管理、审批、压制。他们占有生产资料，分配社会财富，本质上是新的统治阶级。更残酷的是，这个新统治阶级开始用暴力镇压曾经的阶级兄弟。水兵起义的参与者是最早拥护革命的水兵和工人，他们只要求苏维埃自由，归还工人权利。结果呢？苏维埃政权派出红军，用重炮轰平基地，屠杀自己的阶级盟友。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权，把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无产者。而大清洗运动就是这场异化最血腥的狂欢。1934年，基洛夫遇刺，斯大林借此清除异己。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布尔什维克、红军将领、普通工人、农民，只要被贴上反革命托派的标签，就被无情抓捕、严刑拷打。短短几年，上百万无辜者被判刑，60多万人惨遭枪杀。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几乎被斩尽杀绝，红军高级将领70%以上被处决。古拉格劳改营里塞满了人民公敌，昔日的阶级兄弟互相举报，彼此倾轧，特权官僚们踩着同胞的鲜血巩固权力。此后的苏联没有回头路，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，却不敢触动官僚特权。勃列日涅夫时期，约50万高官掌握全国90%以上资源，形成封闭利益集团。他们终身任职，世袭得利，把全民所有制变成官僚垄断所有制。普通工人辛苦劳动，剩余价值被官僚阶层无偿占有。这不是剥削是什么？只不过换了个名字，叫社会主义管理，叫人民公仆，叫维护秩序。为什么无产阶级一夺权，必然变成压迫者？因为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蚀性。巴库宁早就说透，一旦你把武器、财富、法律都交给少数人，让他们代表你行使权力，他们就不会再代表你，只会代表自己和他们的野心。苏联用70年兴衰，给全世界上了最惨痛的一课。谁掌握权力，谁就脱离底层；谁垄断支配权，谁就成为新的压迫者。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这是权力的铁律。